赶下端望池，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。让你放下！还没给猪场挣够钱就想找死啊？猪场一直就是用人命换珍珠，何必在此假惺惺？反了你了，敢顶撞我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干什么呀？松开！崔总管下令！崔总管下的令！崔总管下令下端望池，谁敢违抗？冯公，燕郎君，这位郎君既然想做好人，那就出个价吧。我身上带着一颗珍珠，家传3代极为珍贵，不知可否救他一命？这俩人认识啊？这个是西施镇。这也是传了3代的珍珠，你这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啊？这所谓明月之珠出于江海，藏于蚌中。我这颗珠子从深海所获，极其难得，与市面上那些粗珠大有不同，亮泽圆润，深受祖上喜爱。这盒子倒是不错，我愿出50万钱。不过珠子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这可是珍珠，那又如何呀？你这位珠宝商人，根本不识货。这珠子呢，虽然比得过粗珠，但说来说去，还是下等珠，不值钱。你可休要欺我！这上好的珠子我也见过，除了那长安圣人宫里的，我这颗珠子，可是民间市面上最佳的。要不这样，郎君是否愿意跟我打个赌？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如果那的珍珠不及你这颗，我就愿出500万钱买下它，并且放他一条生路。郎君，也请你饶命。否则，这珠子你得无偿送给我。一言既出，金玉不移。当然。怎么，彭公有意见啊？没有，燕郎可是猪场的贵客。500万可不是小数。端午，你一会儿一定要小心。我会的，你也是，一定要小心。没事吧？我操！这里太危险了，我要是回不去了怎么办？端午，怎么办？你在这儿等我，你等我。老姐，把你沙袋给我，快！一定要小心，我等你回来，端午。
再给我废一句话，我今天就让这单于吃得饱的。开船。荡珠1颗，小珠4颗，荡珠3颗。废物，赶紧给我拖下去！寸5分大珠1颗，这颗是猪奴端午所采。这儿还有个更大的。您看，这颗为最大。这是猪奴阿狗所采，此珠为寸5最大。谢谢总管，奴只求放奴文书。赏，谢谢总管。这颗最大珠是我采的，是不是弄错了？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的猪我怎么会弄错？不可能，这个是我采的，这个真的是我采的。这是我害的，妈娘，给我下去，不然我抽死你！是你还我珠子，崔总管，崔总管，下去，快点活下去！是我采的，崔总管，妈娘，下去，活下去！珠子，这让我好大的，这让我好大的，崔总管，崔总管，小猪奴毕竟也采了寸5大珠。要不让端午去当珍珠会捧珠的珠玑，这小猪奴也算有几分姿色，当个珠玑不错。谢总管。算你命大，能活着回来。把药喝了。我不明白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你以为你走得了，逃得掉？想要离开猪场，只有一个方式，就是死。当猪鸡是你唯一的出路。那让拉拉一起。把账本给我对了。哎，任安乐一袭红衣，与太子殿下十指相扣，用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英俊的脸颊，然后说道：“公子莫怕，现在既已上岸，你我身后便是安乐寨，从此以后再也无人。”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什么东西啊？给朕瞧瞧。女匪与太子。话说那任安乐，一夕之间名动京城，街头巷尾，谁不在问，谁不在说。狩猎宴那日，眼见那任安乐一人一马，笑靥如花，直奔咱们太子殿下而来。我任安乐是来当太子妃的。来，殿下，你说那日狩猎宴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是谁把这种事往外说？里面可有个肆无忌惮的草莽英雄？你说的是任安乐本尊？那他这么做，
是图什么呢？他虽草莽，但却聪明。甫入京城，便懂得利用民意人心造势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他可真是厉害啊！只可惜没用到正途。就是，干点别的什么不好，非要拿来羞辱我们家太子殿下。民间多忘事，他若不继续生事，等过阵子便风平浪静了。但按照他的性子，他怎么会不接着兴风作浪啊？我会想办法，不让他荒唐太久。小姐，这座宅子离太子府只有咫尺之遥，西行不远呢，便是3省6部与9司5监。此外，还有一条密道。他果然心细，将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小姐，你在狩猎场求嫁太子的事情，外面都传疯了。这酒馆里说戏的，茶馆里热议的，你看，还有这么些个话本子，咱们在京城啊，那可是一举成名了。这些画本子虽然看起来很肉麻，但的确是有些用处的。可这百姓们好歹还有个响，哪像那些大臣们呀？他们可收了咱们的银子，按道上的规矩来说，这可是买路钱。结果他们呢，居然连大门都没让我们进，这个亏可吃大。难怪小姐说你没出息，咱们的安排奏效了。我们初入京城，他们肯收东西已是不错了。韩中远待小姐态度不明，他们此时是不敢贸然同我们结交的。无妨，大路朝天，何该为我任安乐而开？再说我任安乐的嫁妆是3万水师，而他太子赔上的却是整个大京。那靖南女水匪竟妄想做太子妃，最近弄得满城风雨啊，连说书先生都在说这档子事。不过在狩猎宴上，女水匪身手不错，华珍也不错。属下在。今日带回来的犯人处理得如何了？回禀骆大人，铁瓮已经放在刑房了。不过一层皮而已。你吩咐下去，将他装入瓮中，3满碎冰，几个时辰后拔出来。保证他脱得干干净净。是，下去吧。子源。骆明熙，认不出我了吗？不是，我只是在想，我该叫你子源，还是叫你安乐？与韩家有关的名字，就不要再提了，叫我安乐，任安乐。好，安乐。任他清风明月，我自安康长乐。这可是你给我取的名字。这几年间，
你在朝，我在野，辛苦你为我争取10年养精蓄锐的时间。那还得多亏帝家家主，让我将帝家之剑献给韩中原。若非这样，我又怎会如此年轻就官拜刑部尚书？如今你先是3万水师求聘，又在春寿宴上亮相，这京城已经传遍了。有岱山上的弟子缘在，我就是贪恋太子美色的任安乐。这场婚求的越是轰轰烈烈，我越是能做我要做的事。安乐，这韩业每隔3个月都会往岱山上送礼物和书信，10年未曾见到过。如此便能消除韩家对我帝家的灭门之恨。骆明熙，我是等了10年要复仇的任安乐，不是等待太子殿下垂怜的弟子缘。你确定已经准备好了吗？我帝家上下横死之夜，我一日未曾忘记。韩中原，你可曾想到，帝家孤女会在10年后归来见你？调查的结果如何了？陛下，任安乐与太子相遇，以3万水师求嫁之事，与太子所述分毫不差。这任安乐果真是奔着太子而来。是啊，陛下。陛下，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议论，这个任安乐究竟能不能当上太子妃呢？为何当不上啊？太子殿下赠礼岱山10年未断，故此。当年太祖想帝韩一家天下共治，可是朕呢，继位还不足6年，这帝家就举兵谋逆，偏偏太子端着先帝的遗诏，将这帝家的孤女硬生生的给护住了。这让朕真是难做啊！还是这个有趣啊！啊，赵福，奴才在。传朕的旨意，明日让这个任安乐来见见朕，朕倒要看看，这个口口声声想成为太子妃的靖南水匪，究竟能不能降住我这个冥顽不化的皇儿？这古余年坑杀帝家8万将士，又害帝家诛9族，他罪不可赦。韩中远却念他戕害帝家有功，放任他权倾朝野，重臣攀附。不过，韩业和右相魏建行的是正道，跟他势同水火。你以求娶太子妃入局，所以这太子当是同盟。那下一步便借力打力。大理寺，这大理寺由古余年把持，拿捏各家后路，所以你的第一步就是要拜大理寺少卿。最好还能有一个案子做引，深入到古余年的党羽之中。我刑部正有一个案子，林冲杀人案。爹爹，求求你，让大理寺把林冲放了吧。林冲将一名剑生活活打死，可太子和刑部都盯上这事儿了。林冲他爹这些年可为你做了不少提己的事儿。侯爷，刘在，去大理寺跟裴瞻说一声，让他把那个林冲从刑部捞出来。是。刚才听到了一件趣事，任安乐。哼，那个大肆宣扬求嫁太子的女水匪。哎，不过听说是个美人儿，这要是能收来做个妾室，满脑子就这点东西。
3万水师不容小觑，哪怕求不得太子妃，陛下也必会委以要职。若我没有猜错，大晋恐怕是要有第2个女官了。第一个帝家不也全都没了吗？如今也只剩下一个孤女，还被关在岱山，不足为惧。帝子元只要活着，早晚会找我复仇。任安乐当上太子妃，总好过罪臣孤女。任安乐要是可以拉拢过来，倒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。不妨让他来我的地盘，看看他到底识不识相。林聪杀人一案，查得如何了？这案子倒是简单，当日林聪便招了，但没到半个时辰，就被转到了大理寺。这大理寺是忠义侯的地界，想必侧门，正连着林府的府门呢。忠义侯纵容裴瞻，在大理寺网罗罪名，疏通关系，构陷对手，可不都在他的掌控之内吗？殿下领3法司，行的是正道。可你架不住忠义侯的歪门邪道，臣有心杀敌，但我无力破局啊。我看，想要对付忠义侯这种奸狡皮赖的谗臣，就得找个更红不吝的来。你是说任安乐？是，任安乐。他不仅是名良将，还能助我将大理寺这潭死水搅浑。那臣要恭喜殿下了，一来平白无故获得了3万水师，二来又空得了太子妃之位。这3来，或许殿下找到一枚好钉子，可以楔入大理寺。陛下，任安乐已经在外边候着了。看你这样子，今天路上很是不太平啊。一介乡野女子，您可要小心呐！等会儿可千万别冒犯到您呐。行了，叫他进来吧。宣任安乐，安乐寨任安乐参见陛下。跪下！敢这么盯着朕看的，你还是头一个。哎呦！见到陛下，我才明白太子殿下是缘何荣冠中原的。太子殿下很英俊，但是小女也不赖啊。陛下，您觉得我跟太子殿下可还相配？你说的这事儿，朕可做不了主。这太子啊，自己会有判断。哎，您可是皇上，您说配就是配呀。我这回就当是丑媳妇儿来拜见公婆了。哦，说到公婆，这媳妇儿可不得给公公敬个茶呢。哎呦，你，哦，我懂了，还没成亲之前是不能敬给公公茶的，对吧，赵公公？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我说的是他这个公公，不是您这个公公。陛下，陛下，你没事吧？轻点儿，很轻啊，陛下。哎呀，你轻点儿，很轻。陛下，你没事吧？快喝口茶。陛下喝完了这口茶，就代表着承认我跟太子殿下的婚事了。任安乐，陛下面前不得无礼。你招惹回来的这个姑娘倒是挺有趣啊。
让陛下忧心，是臣不孝。太子殿下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还有弥补的机会。不如，陛下就让我们立刻成亲，我们3年抱俩。荒唐！朕倒觉得你们2个也算是情投意合。那就这样吧，朕就封你个美人当当，如何？小女不愿。虽然我与太子殿下干柴烈火，共度一宵。等等，太子，他说的是真的？陛下，任姑娘出身绿林，个性恣意，用错词语还请见谅。臣却蒙任姑娘相救。此情圣龙，在下铭记于心。但婚嫁之时，恕臣实难草率应允。太子，可安乐是3万水师求太子妃位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再这样僵持下去也没劲。要不这样吧，这3万水师呢，我照样奉上。1，我不要封赏；2，我不要军功，我只要陛下给我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太子殿下既然不想将太子妃一位给我，想必他肯定是觉得我跟他身份不匹配，能力不匹配，性格不匹配。如果我能跟太子殿下共处一室的话，说不定他能对我日久生情呢。哦，刮目相看。原来你是想跟太子一起做事啊？对。哦，但是有个丑话我得先说在前头。我对这官场不是特别熟悉，所以我想要找一个事儿少钱多离家近、位高权重责任轻的差事，这样呢，我也可以天天跟在太子身边。这大晋女人入朝做官，倒也不是没有先例。那太子拟一下如何？陛下，臣目前暂理3法司的事务，既如此，不若让任姑娘暂任大理寺少卿之位，学学大晋朝臣的处世之法也好。任安乐，你觉得大理寺少卿一职如何呀？好名字，大理寺这个名字好，多谢公多谢陛下。陛下，您当真要这女水匪做大理寺少卿，就不怕她由着性子乱来吗？一个小小的女子，竟然让东迁的水军闻风丧胆，此人定不简单。纵是利剑，也是危险；纵是危险，也是利剑。伤人、杀敌，就看到底要怎么用了。我看这案子呀，就差不多了。是，差不多就能结案。是啊，找到了。哎，任大人请。哎，裴大人、任大人。今日是我第1天任职，大家对我这个大当家的有什么？少卿，少卿。大家有什么给我这个少卿审的案子呀？哎呀，任大人，今日大理寺已无甚要事，该办的都办完了。不甚要事可不行啊，要不大家就搞点事情出来吧。这胡闹嘛，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呢，说到让我来大理寺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是一座庙呢。后来殿下跟我说，这是办案的地方，所以啊，我必须得赶紧找点事情来做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当不上太子妃了。哦，任大人，啊，在下黄埔，与任大人同为大理寺少卿。哦，今有工部郎中林国忠之子林聪最后杀人一案，搁置大理寺已有数日，尚未结案。哎呀，
你干什么黄婆？这林聪一案呐，就是一行人酒后推搡，自己不小心跌死了。你看我自己写的，上面清清楚楚啊。是啊。请你记住，你是少卿。任大人，来。哎呦，您来的多是时候啊！只要您呐，在这上面写上您的名字，就算完成一件大事了。真是没想到，我这一来，裴大人就给我找了这么大一个案子。好，那咱们就结案了。杜大人各位大人，无事都回去吧。啊，走吧。那我们走吧。任大人，钟义侯可是对您赏识的紧呐。这钟义侯既然这么赏识我，那我可得好好表现才是。那替钟义侯谢谢任大人了。哪里的话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丑得像个鬼一样。为虎作伥。古云年，林聪就当我任安乐送你的见面礼吧。殿下，参见太子殿下。殿下，我以为这任安乐来大理寺必然是鸡飞狗跳，没想到现在安静得很啊。这一路走来，我倒是撞见不少托辞说自己身体不适，想要回家休息的官吏。那殿下，这怕不是一个好大的烂摊子。说来任安乐到底只是个乡野女子，万一禁不住诱惑，投靠了钟义侯，那也未可知啊。小人足谄媚，君子无猜忌。那也不对啊，他一路以来对殿下你那么能统帅3万水师，扎根靖南这么多年，他绝不会是那般肤浅之人。殿下的意思是善于伪装。对于如今的大理寺而言，倒也是好事一桩。文书，在。待会儿去马车上，把东西搬过来。好。裴大人，你怎么？太子殿下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该不会是放心不下我吧？我是放心不下大理寺。怎么这里只有你一人啊？那还不是因为我每日虔诚的祈祷，希望能够跟太子殿下有些独处的机会。你肯定也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箱子可真沉。殿下，美好的机会还真是转瞬即逝呢。殿下，
你要的东西我们送过来了。殿下原来是来给我送礼的呀！你也可以这么认为。殿下送我的礼物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那当然。是什么大镜？大镜律书。哦，这是什么什么？洗冤昭雪记录。啊？和大镜发行。为什么这么多？殿下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大理寺，掌邦国折狱详行之事。你既然做了大理寺少卿，自然要熟读刑律典籍，烂熟于心，方能应对自如。有必要这么麻烦吗？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职位啊！还有啊，这些和这一整箱，都是你答应了殿下要好好珍惜的。7日之内看完，1个月之内背熟。这也太难为人了，殿下。嘿，我算是明白殿下的用心良苦了。安乐呢，识字不多，接下来还要多多请教殿下。想必殿下这苦苦一番作为，是想要增加我们俩独处的时间吧？荒唐。任安乐，时间紧迫，我先教给你一些实用的内容。时间不紧迫，殿下可以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来讲解。这是一些应对狱讼的小技巧，叫做舞听。什么听？舞听。哦，你听，我听，他听，还有什么听？一曰词听，是指听其言。二曰色听，是指观其色。我懂了，这个我懂。这前面这2听我已经充分的运用到了。我之前见到殿下的时候就知道殿下的声音很好听，殿下也很好看。嘿嘿。3曰气听，是指闻其气息。说到闻其气息的话，我好像从来都没有闻到过殿下的气息。坐好。4曰耳听，是指观其听铃。5曰目听，是指观其眸子。你有什么？观其眸子的话，殿下为何要躲开我的视线？难道殿下心虚了？我又不是囚犯，你不必用这招对付我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舞听好像适用性很广泛。殿下，殿下，我刚才好像看到你的眼睛里有我的样子。任安乐，别闹了。拿上书，我带你去狱里练习。干嘛？报复我调戏你啊？你不说我可认了啊！有意思。殿下，大理寺少卿，仅次于大理寺卿之职。你每天除了要审断狱讼，还要掌管寺中300余人，绝非是儿戏。既然我掌管了这么多人，太子理应对我客气点才是啊。我是来教你的。哦，太子这话的意思是不想对我客气。也是，客气是礼，不客气才是情。殿下这就走了，我来送送你吧。慢慢的走，慢慢的上。他不错了。干嘛？我扶你，你害羞啊？常来啊！你这一程是不是送的有点太远了？我听说古人送人都是要送到郊外的，
怎么殿下反倒不感激我，还嫌我送的久了呢？虽说这京城繁华吧，但是这人是不是也太多了点？这几日乃大晋3年一次的会试，自然热闹。走开！没事吧？没事。会不会骑马呀你？真会骑！闹市之中这样骑马，与行凶有什么区别？怎么办？就凭你们，也值得我行凶？我们都是正途之士，你竟然如此无礼！就是。哦，我当是什么人这么有眼不识泰山呢？原来就是2个外地来的臭举子啊！骂谁呢？这么说话？怎么说话呢你？然了，殿下拦不住他，拦我做什么呀？你初入京城，不可四处树敌。就是因为这些富贵人家四处横行，遭殃的才是这些百姓呢。难道让我睁着眼装看不见不成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年的会试，本小侯爷胜券在握。你们，还有你们，京城居大不易。我奉劝各位，赶紧滚回老家去吧！啊！什么人？然了，你掌3万水师，万不可折在此处。原来殿下心尖尖上的人是我呀！你当这闹市只有我们2人吗？然了，殿下，我要1个月都不洗脸了。荒唐！你送的够远了，回去老实背书。哎，殿下，不小了，小姐，这后面有个尾巴，跟了我们很久了，要不要？狩猎营后就跟着我们了，太子府上查太小姐的，不用理他。既然他想看，就让他看个彻底。晏殊，你继续盯着。燕琴，咱们去个好地方。好。殿下，实在不是你投壶功力变弱了，而是这罐子已经满了。这里面有22支笔，今日这一桩是我记下的第23桩命案，连这罐子都知道恶贯满盈，已是装不下了。这钟义侯不择手段，普通的方法根本对付不了他。钟义侯不除，大晋终是南宁。殿下。殿下，那就先看看您安插进大理寺的，是招妙气，还是招臭气？殿下，属下探访任大人数日行程，京城3品以上官员，他都下过拜帖。日常行迹看不出端倪，只是，任大人现在去了凌香楼。
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凌香楼吗？哎，殿下，殿下，这凌香楼听说是京城最有名的销金窟，进门听曲喝茶都要身家和银子傍身呢。我听说这儿的头牌花魁琳琅，名动全城，但却少有人见过其真面目。哎，殿下，殿下，你看，这凌香楼居然开了你和任安乐的盘口。各位，这左手边是我们的当今太子殿下，这右手边是任安乐任大人。究竟任大人能不能坐上太子妃？今日就让我们来赌上一赌。原来诸位在拿我下注啊！那不就是任大人吗？莫非您就是传说中的那位？没错，既然拿我下注，那也得知道我任安乐本尊长什么样了。哎，各位记得下注多压任安乐啊！荒唐！去命他们立刻撤掉赌局。别呀，殿下，这赌局好歹也有您的一半，而且他们要是知道您也来了，那岂不是更热闹？大家下注记得下我这儿啊！慢着。啊，骆大人！哎呦，这骆大人，没想到平日里看着清心寡欲的骆大人，居然也……他可是这里的常客。真的假的？骆大人经常来这里佯装吃酒，突然发难，拿人就走。这里的管事可是对他头疼极了。咱们开盘口只图一乐，你可千万别砸场子呀！谁说我是来砸场子的？事关太子的婚姻大事，我是来成性的。把这个全都给我换成筹码。哎，是。骆大人，那您一定尽兴，一定尽兴。哦，您就是刑部尚书骆大人。骆大人，我是大理寺少卿任安乐。哦，骆大人，初次见面，真没想到骆大人，您竟也是如此美貌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骆大人，你可是第一个敢跟我参与这个赌局的人，你很有胆量，我欣赏你。你也是这京城里第一个敢对我如此无礼的人。下一个，我自然是要压我自己当太子妃了。那我就压你当不上这个太子妃。殿下，这任大人一身红衣，骆大人红衣一身，这俩人瞧着分明就是对新人嘛。注要放我这儿啊，各位兄弟，压任安乐，过来，来，别客气啊。我呀，我看任小姐的胜算大得很呢。听到没有？过来，别客气。哎，兄弟，过来，到我这儿来。哎，过分了，哎，过分了啊！哎，我说压这儿看不见我。任安乐，放弃吧。不可能。殿下，要不这样，我们俩口头赌一赌，你和任安乐，你觉得谁会赢啊？弟子愿赢。这也太没意思了。他俩怎么走到一块儿了？